为什么说刘阿姨的享鲁学说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社会的真相？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提供了很多的例证，可以从感性层面更好地理解享鲁学说。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人的性格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顽强生存这个部分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顽强生存，中国人极富生存能力，这构成了中国人其他特性的一个重要背景，而其本身也值得思考。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加以考虑：中国人的繁衍能力、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、延长寿命的能力和康复再生的能力。外国旅行者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人口过多，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日本的人口也很多，但是明摆着，日本的人口密度不如中国的人口密度大。就人口的相对密度与绝对密度而言，中国最类似于印度。不过，印度的民族和语言多种多样，而中国人除了那些影响不大的民族之外，几乎是统一的。在这个辽阔的国家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都可以看到人口过剩。就算是有些人口稀少的地区，我们一般也能轻易找到能够被接受的原因。令人胆战心惊的太平天国运动，随后较小的回族运动，以及1877年至1878年遍及5省的空前饥荒，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大概有好几百万。我们看到，在中国，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能够得到很快的修复，这是由于中国人极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投奔他乡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不难发现，无论多大的破坏力都不及修复力来的强大。我们相信，只需几十年的安定和农业丰收，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会从本世纪那一连串的灾难中恢复过来。这种恢复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，这是有目共睹。无论是否愿意，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。在中国各地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孩子。他们像查尔斯·兰姆在给爱吹嘘的母亲泼冷水时所说的，挤满了所有的死胡同。这么多的孩子，靠什么为他们提供吃穿？这是中国社会永远解不开的谜。但必须记住的是，许多孩子并没有基本的吃穿。换言之，极度的贫穷显然不可能导致中国人口的减少。要遏制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，唯一有效且持久的方法是采用鸦片、战争、饥饿、瘟疫等一类导致其民族灭亡的手段。中国人的繁衍能力之强，现有人口之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，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即使做最低的估计，中国现有的人口数也已经达到约2亿5千万。这个数是可以肯定的。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人口的数量，更在于增长的速度。我们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，只能靠笼统的不精确的方法得出结论。然而幸运的是，这种结论几乎不可能错。中国人结婚很早，传宗接代是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，其次才是爱惜钱财。与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相比，法国的人口状况正好相反，其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低的。最近，其居民的绝对数量呈下降趋势，这个事实引起了这个国家对未来的严重担忧。而另一方面，中国人并没有任何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衰退的迹象。上帝给予人类的指令中，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教导人类在尘世间休养生息，落土为安。正如一位学者所言，这个指令已经为人类所遵从，并且只有这一上帝的指令为人类所遵从。这在中国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正确。正如我们已经说过，中国幅员辽阔，几乎拥有各种土壤、气候和物产。无论是亚热带地区、近北极地区，还是这2个地区之间，中国人看上去都十分兴旺。若有所差别，主要是由于各地区本身的特征和该地区承受人口的能力所造成的，而不是由于各地人民适应环境的能力有任何内在的差异。来自广东、福建2省较小地区的中国人，他们移居印度、缅甸、
闽罗、东印度、太平洋群岛、澳大利亚、墨西哥、美国、西印度、中美洲或南美洲。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快地适应各种环境的事。相反，我们听到的是他们适应的又快又好，并且比当地人更刻苦、更节俭，加上他们的团结和凝聚力非同寻常，以至于其他民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，要求中国人滚出去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人不再大规模地整体移居国外，这对于其他民族的心态安宁来说，当然是最大的幸运。如果今天亚洲大陆的东部像中世纪的中亚那样，都是一些不可征服且极力把自己的能量朝向其他地区的人，那么我们很难想象，我们每个人以及适者生存的教条将来会变成怎么样。由于完全缺乏统计数字，我们只能最笼统地说一说中国人的长寿。中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老人，这种结论也许所有观察者都会同意。年长者总是很受尊敬，长寿是一种极大的荣耀，被列为五福之首。出生的日期直至时辰都被慎重而准确地记录下来，需要时就报出来。尽管通常的计算方法并不严格、不准确，这在前面已经说过，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死者的享年，但是除了石碑的产地及附近地区外，只有很少坟墓有墓碑，因此还需从其他方面推断死者的享年，仅靠墓碑实际上是不够的。很少听说中国人有活到100岁以上的，但接近100岁的到处都能找到，如果认真去找，还会有不少。事实上，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穷人，他们营养极度缺乏。若是考虑到这种情况，那么不禁要问，这么多的人是怎样活到如此长的岁数的？众所周知，本世纪以来，所有西方国家的平均寿命都在不断提高，这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注意生命法则，改善防病治病的手段。而另一方面，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相比，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，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。如果社会与医药科学能像过去50年里关注英国那样关注中国，那么中国长寿者的数目肯定还会有非常大的增加。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，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懂得卫生规则，即使懂了，也公然不予理睬。那么，对自然法则的无知和违抗所招致的各种疾病，为什么没有能灭绝中国人呢？这一直是外国观察者想知道的问题。在中国，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，而事实上，这样的人数并不是多得不得了。这表明中国人在抗病和康复方面有奇特的能力。中国人为了一点小事就拼命，与他们顽强的生存一样，都是中国人重要的特性。我们已经是多次遗憾地说到，由于缺乏重要的统计数字，我们不得不依靠外国观察者的记录。这些一年比一年更多且更有价值的记录，来源于数量不断增加的外国诊所和医院。为了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，分析和整理每年度的医学报告是一桩非常有用，其结果肯定既新颖又有说服力。然而，我们只能陈述几件事实并略加说明，其中有2件为笔者所熟悉，第3件取自天津一家大医院所出版的报告。这些事例的说服力就在于他们能互相联系且非常特别，但又能与我们所大多数读者的观察事实相一致。几年前，笔者与一个中国人家庭同住一栋房子，一天下午，听到窗下传来叫声。那窗台是用砖坯砌成，下面有个洞，洞中有个大蜂窝，一个才14岁的小孩正在那里玩耍，看见这个洞，以为是一个好玩的房子，就自作主张地爬了进去。这个孩子剃着光头，脑袋呈红色。蜜蜂或许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侵扰所激怒，或许是把光头误认为大牡丹，停在光脑袋上就蛰。孩子被抱出来时，已经被蛰了30多下。孩子哭了一阵，被放在炕上睡着了，手头上没有任何药品，患处也没有服任何东西。整个晚上，孩子一点吵闹也没有。到了第2天，肿包全部消失了。1878年，北京有一个外国人家庭雇佣的马车夫患了流行性斑疹伤寒，当时有许多人死于该病。马车夫患病后第13天，病情危急，
他突然变得很暴，力气大的能敌几个人，3个照看他的人被弄得筋疲力尽。那天晚上，病人被捆在床上，以防他逃跑。当看守者熟睡时，他设法解开绳子，完全光着身子逃了出去。大约凌晨3点，看守者发现人不见了，四处寻找，连水井也找，生怕他投井。后来在一堵约10英尺高的院墙处发现了他的踪迹。他爬上一棵树，然后跃到墙上，再跳到墙外的地上，并马上沿着皇宫城墙的护城河跑去。2小时后找到了他，只见他把头伸进城墙下寒冻的铁栅栏内，因为他的头热得不行，赶快到这里凉快凉快。显然他已经这样待了很长时间。在带他回去的路上，他的热病居然完全消失了，尽管腿上还有点风湿病，但肯定慢慢会好起来。一个大约30岁的天津人，经常到中国军队的演习场去捡废炮弹壳，并以此为生。有一次，他偶尔弄到一枚炮弹，试图把它拆开来，结果引起爆炸，炸掉了他的左腿。他被送进医院实施手术，膝盖以下被截去。这个人并没有因此改变这种危险的营生方式，又尽快回去捡炮弹壳。大约6个月后，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，他的整个左手掌被炸掉了，伤口破烂，右臂上部被炸得严重烧焦，鼻梁和上嘴唇被炸裂，右边脸颊、右眼的上眼皮、额骨的旁边和右手腕被炮弹划伤，右小腿也被炸开很深的裂口，露出骨头。受了重伤的这个人昏倒在地上，任凭日晒，孤立无助达4个小时。一位大官正好看见此事，便命令一些苦力把他抬到医院，自己也护送着走了2里路。抬的人显然是不愿意抬，只等那位大官一走，就把可怜的伤员扔进了沟里，不管死活。那位伤员尽管流血过多而筋疲力尽，但还是爬了出来，单足跳了500码，来到一家米店，找到一些吃的，用一个大篮子装起来，吊在脖子，用一只没受伤的手吃饭。店主为了赶他走，只好用筐子把他抬到了医院门口，让他在外面等死。尽管由于失血过多，脉搏微弱，几乎不行了，但他神志清楚，还能交谈。他吸食鸦片镇痛，到了无法戒除的地步。但对于如此的重伤，除了第5、第6天，除了有腹泻和轻微的打摆子外，完全没有其他不好的症状。4个星期后，他拄着拐杖被允许出院。如果一个民族具有像中国人那样的身体素质，能够在战争、饥饿、瘟疫和鸦片的影响下生存下来，如果他们能进一步注意生理和卫生法则，有适宜的食物，保证营养，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，他们自己就足以占据世界的主要地区，并且还会更多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顽强生存这个部分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